自助餐界从未出过这样丧心病狂的疯狗，只要5元，烧鸡、烧鸭、烧子、鹅、牛排、红酒、帝王蟹，顾客吃5吨都没人管。然而网友却纷纷怒骂我肯定用了500年前的僵尸肉，想把他们毒晕嘎腰子。殊不知我只是绑定了5元美食自助系统，只要收集到顾客的情绪值，就能拳打马爸爸，脚踹劳动王，给广大劳动人民上点帝王蟹，简直不能再轻松。恭喜宿主获得白米饭无限，尖椒牛柳500份。菜品简介：绿色的尖椒配上腌制好的牛柳，色泽鲜艳，辣度适中，椒香渗入牛肉肌里，酱汁裹挟，鲜嫩美味，口感爆棚。闻得此言，我心念一动，一盘热气腾腾的尖椒牛柳就瞬间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不禁咽了口唾沫，一筷子下去，哇哦！3分钟怒干3碗大米饭，不是牛柳美味的极限，而是我胃的极限。于是乎，我立刻炒了4个素菜，扛到小饭店，然后直接开启了直播。只要5元，4个素菜加尖椒牛柳随便吃。不出意外，直播间只有寥寥几个网友，下一秒就直接飙升到了700多。而原因，响哥，你视频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就5块钱，这尖椒牛柳也能随便吃？千万粉丝探店美食博主老唐一出手，大批网友纷纷杀道：老唐你傻，就5块钱还想吃尖椒牛柳？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直播间的家人们是相信5块钱能吃到尖椒牛柳，还是相信我是提家奥特曼？这老板要是真卖5块钱的尖椒牛柳，我直播吃爸爸做的蛋挞，他卖几斤我自己接。记住我的回省彭于晏。一瞬间我的嘴角比 AK 都难压。唐老师你好，视频说的自然是真的，只要5块钱，所有素菜牛柳米饭全部常吃，还有回省彭于晏是吧？我关注你了，要不要来一趟尝尝是不是真的尖椒牛柳？呵呵，还让我过来，你给我报销车票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你真能做到事后直播吃爸爸。回省彭于晏明显被噎到了，足足顿了半分钟才到。估计唐老师快到了，你就算现在关店跑路也来不及了，哈哈。放心，我不跑，倒是你等下别跑才好，我猜大家都挺想看你这个乐子的。话音刚落，不远处有2人朝我走来，年轻一点的举着摄影杆正在直播，另一个赫然便是老唐。哟，小伙子长得挺阳光，一表人才，贵姓了？免贵姓林，颜值还算凑合吧，也就和彦祖差不多。说着，我热情的地上擦汗的毛巾和矿泉水，感动的摄影小哥眼泪汪汪。老唐也不由得拍了拍我的肩：林兄弟，我们来干嘛的你也清楚，我这直播要关掉吗？不用，你们照常拍摄就行。对了，麻烦把菜品拍得清楚些，免得到时候网上说我找你们给我打广告。这性格确实实在，我老唐喜欢。有了唐杰的一波引流，我直播间的人数一路飙升8000人，但大部分都是质疑声。环境倒是挺干净，但这风扇比我年纪都大了吧？老板这都没舍得换，能舍得卖5块钱的尖椒牛柳？9成9的尖椒加上一点点的牛柳肉末，我都算老板是大善人了。哎呀，好想直播吃粑粑呀！现在看起来希望十分渺茫啊！小林老板，你这饭店平时都是谁来吃？我这到了也快有20分钟，怎么一个客人都没见到？现在时间已经是中午12点过5分，正是打工人们吃午饭的时间，而我这家小饭店却是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不由得让直播间水友们心中揣测：是饭菜品质太差，周围的客人早就踩过来。弹幕刚飘过，大门便吱呀一声打开，露出几个熟悉的高大人影。小林老板，俺们几个又来嘞！咋这么香？小林老板今天又做了啥好吃的？只见迎面走来3个建筑工人，身上厚实的黄色工作服沾着不少灰，脸上带着朴实的笑容。老唐此时也是恍然大悟，5元自助饭店最能吸引的不就是这些工人吗？只不过这样真能赚钱吗？可我此时已经顾不上他了。王叔，还是做老地方哈。你老说最近肠胃差，我放了壶温水。张叔，你火气最旺，冰水冰块都给你放好了，化了就自己加点。还有刘叔。这一刻，唐杰忽然体会到了我身上那如今社会十分稀缺的品质——人情味。这恰恰是很多商家身上都不具备的。林老板，你这家店不限制这些建筑工人进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歧视工人？怎么可能？我祖上全是工农阶层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工人干体力活一般都很能吃，很多商家担心他们吃太多，都会限制他们进入。小林老板，你就不怕亏本？我摇了摇头。对我来说，王叔他们不仅是我的客人，也是我的朋友长辈。不管我以后能不能把这家小店做大做强，只要有人愿意来我这吃饭，一律5元绝不涨价。我只求一个问心无愧。听到这话，唐杰足足在原地愣神了10几秒，网友们更是感慨万千。小林老板他没毛病，我早就看出来他言之有理。现在我反而开始祈祷，后厨一定要有尖椒牛柳。小林老板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！不是，你们真信他说的是真话啊？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啊！一群傻蛋。小爷还是那句话，要是真有尖椒牛柳，我不仅直播吃粑粑，还给在座所有人舔。此时王叔几人已经熟练地打了满满当当一碗饭，随即便拿着自带的餐盒来到那5个保温箱前。今天不知道吃啥嘞？上次那个干锅花菜可香死我了。那还得是酸辣土豆丝，好吃又下饭。俺能哐哐炫4碗白米饭，干活都可有劲。我怎么觉得今天有肉香味嘞？咋可能？你以为咱在那些个高档餐厅啊？俺看老刘你是饿糊涂了。我真闻到了。
比我老婆昨天晚上炒的辣椒肉丝味道还要香。嘿，你个老刘，俺看你真是个昏了头！别吵别吵，赶紧打开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说着，王叔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盖子。干锅花菜，我就知道有这个，好吃。干锅土豆片，这个也好吃，下饭。等等，肉末茄子，俺没看错吧？这是过年嘞。等等，俺是不是也花了？这玩意是啥？来自王强的震惊情绪值加888，来自张丽君的震惊情绪值加999。短短几秒钟便是3000情绪值入账，我心中激动，当即便朝着后厨走去。老唐连忙招呼小哥跟上，只是刚走出几步，一股浓郁的肉香味徐徐飘来，侵略性的占据了他的整个鼻腔。他轻易的分辨出那是上好的黄牛肉与青椒混合在一起的香味，下意识的咽了下口水。他3两下便跟了上来，目光几乎是瞬间便被那满满一大箱子香气四溢的尖椒牛柳所吸引。这一下直播间顿时炸开了锅。徽省彭于晏，滚出来说话！网友扬言我5元资助有尖椒牛柳，他就倒立吃响。没想到我立马就一盆摔到镜头前。徽省彭于晏退出了直播间。一瞬间，网友们纷纷化身乐子人。跑什么呀？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态度。你退直播间也没用，大家关注你了。什么时候开播记得吱一声，大家都来给你捧场。反正我就一句老板牛逼。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质疑。一看你们这群小屁孩就没开过店，不会真有人蠢到以为商家会给你们用真牛肉吧？这种牛柳一般都是用鸭肉合成的。就算小林老板用的是鸭肉，那5块钱也很值了好吗？再说了，你们凭什么就能肯定林老板用的也是鸭肉？万一是真牛肉呢？啊，对，这老板卖5块钱一份的自助快餐，还给你们用上真牛肉了。我看啊，他用的都不是鸭肉，而是死老鼠肉，也就骗你们这些低能儿去消费。我对直播间内的腥风血雨一无所知，热情地邀请老唐赶紧付钱吃饭。老唐这时候口水都咽了一口又一口了，闻言赶紧就带着摄影小哥去扫码。一旁的王哥几人瞬间露出尴尬的微笑。小林老板真是对不住，这牛肉是你准备招待刚才那2位客人的吧？嘿，我们还以为这箱子里也是我们的菜，就不小心打开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坏了你的事。看着他们淳朴的脸上浓浓的歉意，我莫名有些酸楚。王叔、张叔，你们想多了，这尖椒牛柳就是我特地给你们准备的。一瞬间又是足足2000多情绪值进账，我却懒得理会，直接夺过他们几人的饭盒，为他们逐一盛上满满当当一饭盒尖椒牛柳，直到汁水都快要溢出来才放下。小林，我们几个真不用，我们不爱吃。你是年轻人，你多吃点长身体。嘴上说着不爱吃，但不断滚动的喉结还是出卖了他们。我忍不住弯起了嘴角。哎呀，真是特意给你们准备的。而且啊，你们别看这一锅肉很多，其实没花多少钱。我将直播间的麦关闭后小声道，都是些合成肉，也是我昨天晚上在超市打折促销的时候买的。王叔，你们几个就放心端出去吃吧，人家堂哥都要等急了。哎，小林你呀，又是3000多情绪值进账，我忍不住笑了笑。这几位大叔还真是有些可爱。而默默听完全程的老唐忍不住拍了拍我的肩。王强几人不懂行，但他懂，就这牛肉的色泽，这浓郁的黄牛肉的香味，谁要是敢说这是合成肉，他老唐能一巴掌呼那人脸上。林老板，你是这个？来自老唐的敬佩情绪值加588。不过小林老板，我话先说在前头，虽然我老唐打心底里觉得你是好样的，但这饭菜好不好吃，我肯定还是要如实评价。那是自然，一切用事实说话。老唐赞扬的点了点头，迫不及待的用筷子夹起一根牛柳放入口中。入口的瞬间，老唐便瞪大了眼睛，2条眉毛骤然缩在了一起。摄影小哥顿时在心中暗道一声坏了。这夸张表情他一般只会在2种情况下见到，绝大多数都代表着难以下咽，只有小部分才意味着极品的美味。而这种情况往往1-2年都难以出现一次。就在小哥为我默哀时，老唐突然迅速夹起一块牛柳放入口中，甚至还闭上眼睛细细咀嚼了起来，嚼了足足10几口之后，才意犹未尽地看向镜头。极品，绝对的极品。老唐，我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份牛柳别说只要5块钱，就算卖500块甚至5000块，它都值这个价格。这话一出，摄影小哥瞬间懵了，直播间的观众也懵了，而老唐只想赶紧说完，然后盛上满满1碗尖椒牛柳，配着白米饭大吃特吃。先说说牛肉本身，鲜嫩多汁，奶香味浓郁。我负责任地说，绝对是华北那边上好的黄牛肉，而且这牛柳的汁水被牢牢锁在里面，一口下去，牛肉本身的汁水混合着独特的酱汁，立马在口腔爆开，那滋味先不说了，我得赶紧吃去了。话落，老唐便急忙带着满满一大碗尖椒牛柳出去了，只留下不断响起的情绪值爆掌声。不是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剧本都不敢这么严。应该不是，我还真在抖音团购上看到了这家店，人家开了快2年了。真的假的？求资源，陪求店名。有了老唐的声誉做背书，直播间的质疑声也是越来越少，而我的粉丝数量一下子暴涨到了5000。来自孙以静的震惊情绪值加666，来自孙以静的崇拜情绪值加799，来自孙以静的。一瞬间，系统仿佛陷入了无尽循环，配合着摄影小哥，我擦耍真他令堂的好吃，我都被这声弄妈了。偏偏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边王叔吃爽了，提供一波情绪值，提示音好不容易停下，那边张叔又吃美了。正当我觉得我迟早要被吵死时，检测到宿主不满情绪，已关闭提醒。
宿主可在情绪值面板上自主查看。这久违的亲。检测到宿主成功收集1万情绪值，奖励宿主门面扩建资金200万，已为您开启新主线任务，累计获取10万情绪值。一瞬间，我的嘴角比 AK 都难压，这小日子也是好起来了。王叔，你们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店面转让的吗？70平到90平之间，我都能接受。此话一出，震荡一片。小哥顿时就觉得自己嘴巴里的牛柳不香了。你才多大就要买店铺了？这边房价70平，至少也得150个 W 吧？今年刚20，也不小了，都奔3了。至于钱吗？150个 W 我还是拿得出来的。这下不仅小哥的心死了，直播间更是心碎了一地。不是哥们，你做饭好吃我忍了，你长得比我高比我帅我也忍了，你告诉我你有150万流动资金，这我真忍不了了。好在老唐及时给我提供了个线索，就在隔壁街不超过500米，就是这价钱。他家有110平，心理预期在220万左右。不过你要是诚心买210万也行。我看了看照片，装修作为空调设施都符合我的预期，只是……抱歉，唐叔，不瞒您说，我现在只能拿出200万。闻言，老唐皱了皱眉，但还是立刻就巴巴地打起了键盘。好半晌才抬头，犹犹豫豫道：“小林，我把你今天的事情同他讲了，我那朋友也是个老饕，200万他可以转让。”但你得先做出一份让他满足的东坡肉。我去，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？一份东坡肉价值10万，我被小小震撼一下，然后立刻开启了情绪值转盘。随机菜品中果然包括了东坡肉这道菜品，并且抽中的概率高达10%。我自信一笑，唐叔你稍等，我立刻跑回了后厨。哈哈，小小东坡肉轻而易举。恭喜宿主抽中，谢谢惠顾。恭喜宿主抽中火腿虾仁蛋炒饭200份。恭喜宿主抽中秘制杨枝甘露300份。系统，你是不是暗改我暴雨了？我气得直接来了一次10连。恭喜宿主抽中，谢谢惠顾，谢谢惠顾，谢谢惠顾。红烧肉10万1块，我却死活抽不到。是想看看你爹菜刀利不利吗？恭喜宿主抽中东坡肉100份。面板上一盘2块的东坡肉方方正正，裹挟着浓稠的酱汁，红润透亮，形如玛瑙，肥肉入口即化，瘦肉酥而不柴，美味指数更是达到了可怕的6.5分。稳了，我果断请老唐将人约了过来。半小时后，大门突然打开，一个70出头、白汗衫、大裤衩的老头走了进来，整个人的体态看着倒是颇显年轻。老邢，这就是我给你说的小林，隐士高人出神之姿啊！徐长山也在打量着我，眼神尤其在我的那双手上停留多时，随后露出一丝不太满意的神情。有没有厨神的资质？老头子，我吃了才知道，我要的东坡肉呢。稍等，我现在去给你们拿来。快去快去！老头子，我吃完还赶着回去给学生们上课。感受到了徐长山不耐的态度，我原本和善的神情也微微收敛，转身走进后厨。你啊你，他虎口掌心处连一个老茧都没有，你凭什么觉得他能让我满意？就凭你说的他那什么所谓的厨神级别的厨艺天赋吗？我看是他给你塞了什么好处吧。可老唐只是翻了个白眼，一副懒得理他的模样，这让他有种铁拳打在棉花上的憋屈感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昨天骗我过来的时候，你讲话不是很大声吗？东坡肉来了。老头子虽然爱吃东坡肉，但我有个规矩，一顿饭向来只吃1块东坡肉，这规矩几10年都没变过。说着，徐长山便将面前放着2块东坡肉的小碗推到老唐面前。老唐笑呵呵地夹了1块，徐长山这才终于好好端详起了自己眼前的东坡肉，肥瘦相间的恰到好处，汤色光亮剔透，卖相确实还过得去，再加起来和眼清秀。林小兄弟，你这酱汁味道，黄酒的醇厚，酱油的鲜香，融入的恰到好处啊！说到最后，他的眼神都有些发光，看着近在咫尺那让人垂涎欲滴的东坡肉，不由自主的便准备一口咬下。等等，这位客人，本店小本经营，概不赊账。哦，不知道你这店要收多少钱啊？徐长山显然以为我要敲他一笔，脸色铁青，我却仿佛没看见似的笑眯眯道：“门口招牌写了，你可以自己去看看。”哼！老头气势汹汹的走了，又满头问号的回来了。就5块钱。当然，不过你要是愿意给我塞些什么好处，这5块钱也可以免掉。这阴阳怪气的给老唐嘟乐了。老唐敲敲大拇指，徐长山也是老脸微微一红，但还是傲娇的哼了一声，便拿出手机扫了码，然后拿起筷子在暗红肉块上轻轻戳下，暗红色的瘦肉便在筷尖之下微微绽开，露出中间琥珀色的肥肉夹层。你这东坡肉3层分明，颤而不散，不会刚入嘴就化作稀碎散开，也不会难以嚼动。说着说着，他突然红着老脸站了起来。抱歉，林小友，先前是老头子我说话太大声了，老头子在这向你道歉。来自徐长山的愧疚情绪值加899。徐老，这也不能全怪你，天才嘛，总是会承受一些误解的。林小友人不错，老头子我很喜欢，这样我那家店也不用200万，180万就行，少的那20万就当老头子我的赔礼。至于味道嘛，这么年轻的小伙子能做的色香俱全就已经不错了，味道就算不好，我可也不能打击他。他发现自己错了，错得离谱，夹起方方正正的东坡肉，咬出一个小小的缺口，最上面的肥膘可谓是入口即化，却无半分油腻感，
反而还有几分和牛那独特的奶油质感。随即在口腔中爆开的则是肥瘦相间处的胶质层，醇厚的肉香与黄酒的沉韵一同炸开，在口腔萦绕盘旋，完美的起到了肥肉与瘦肉交替的过渡作用。最后便是瘦肉，稀薄酱汁，带着桂皮香叶的馥郁香气，外表微酥，内在却鲜嫩无比。那唇齿留香的感觉，让徐长山都忍不住瞪大双眼，呼吸急促。来自徐长山的震惊情绪值加999加999加999。小林大师，这当真是你做的？不是我做的，其实是我的系统做的。奈何实话没人信。哈哈哈，小林大师还挺幽默，若不是亲口吃到，实在是很难想象人间竟还有如此美味的东坡肉。老头子，我以前过的那都是什么苦日子？若是小林大师你能早生个20年，我都不敢想我会有多幸福。哎，我生君未生啊！眼看着他热泪盈眶的老脸都要贴上来了，我吓得都贴墙根上了。他这才猛地一拍桌子，大声喊道：“厨神之姿，绝对是厨神之姿！超雄，他应该是超雄。”与此同时，一旁的老唐早已默默的大口大口干起了饭。果然，下一秒，小唐啊，尊老爱幼是美德，听说过没？老唐闻言，默默将最后一块东坡肉的盘子挪到身前。小唐，你个狗东西，快把老夫的东坡肉还我！只吃一块不是你的规矩吗？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。你不是高血脂吗？老唐又问。今天就是再多吃一块就昏倒在这，老夫也要吃。老东西，刚才不是骂我骂得很爽吗？不是说小林是关系户吗？说话间，他瞄准了剩下的东坡肉，口水飞溅。啊，你这个厨师界的败类！那咋了？啧，我可怜的小东坡肉，你主人不要你了，就让我来好好享用你吧。结！我在旁边默默看着这一逆天的当面 NTR 剧情，只觉得自己因为过于正常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虚老，小林，我疯狂挣扎。这样吧，120万，否则老夫这饭店还真就不卖给你了。为表感激，我邀请他改天再来吃东坡肉，这可给他惊得不轻。什么意思？这几品东坡肉你居然只卖5块钱？厨师做的菜不就是让人吃的吗？小林昨天说了，他开店但求一个心安。小林，你确实无论厨艺还是人品都是这个。此时老唐已经把剪辑过的视频发布到了网上，不到1个小时便直接破了10万点赞数，网友们纷纷舔屏，但杠精也是无处不在。切，吹得那么离谱，老唐也开始弄虚作假了吗？我徐县市民表示不信，小林5元自助饭店是吧？明天我就给各位开一场直播，如果弄虚作假，接，我的手段你们是知道的。对此我浑然不知。系统，再来20连抽。恭喜宿主抽中干煸五花肉350份，自然排骨200份，椒盐大虾300份。又是3道评分达到6分的硬菜，但转盘中央那价值8000元的神秘菜品依然没有出现。啥玩意儿啊？8000块，我又不姓户。调侃了一句，我躺下就睡起了大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兄弟，就是这5元自助小饭店，做饭之前要先学会做人。显然，老板并没有学会这一点。帅哥上门来打假，颜控至极的我却只深情地看着一老头。老爷子，您慢点吃，您血脂高，一天最多吃2块，再这么下去我真得控制你了。啊，你说啥？这人年纪大了，耳朵就是不好使，待我再吃1块补一补，嘿嘿。此时大门吱嘎一声被推了开来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们进来了哦。呀，这还有一块海报，让我看看写了啥。今日5元自助菜品如下：尖椒牛柳东坡肉、番茄炒蛋水煮肉片、干煸五花肉、孜然排骨、椒盐大虾、熟食稻花香米饭、火腿虾仁蛋炒饭，以及店长自制杨枝甘露，可供挑选。周鹏读着越来越沉默，他身旁的徐谦也和他一样的反应。至于直播间的4000多观众更是直接炸了。怎么回事？老唐不是说只有尖椒牛柳吗？东坡肉排骨大虾又是什么鬼？杨枝甘露你也卖？那我刚在蜜雪点的10块钱一杯的草莓波波算什么？这得加多少科技与狠活？老板不过日子了。嘿，一看你们就不懂，菜单与食物不符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反正最终解释权在商家手上。这时我也注意到了他们在直播，麻烦关一下，谢谢。店里有老人不太喜欢在镜头前露面。果然被我猜对了，这小哥怕我曝光他家的劣质菜品心虚了。老板大哥，不瞒您说，我这兄弟他也最近摔断腿住院了，我俩实在是没办法。该说不说，周鹏演技还是很在线的，我也只能无奈去问问老爷子。之前你打我的名头在网上立 flag 也就罢了，现在还拿我爷爷依附息怒，孩儿知错了。哥，月月娘，我家老爷子不就是去年选修科让你挂科了吗？你这样编排他就不怕他听到，让你今年选修科再挂一次？怎么可能？退1万步讲，就算老爷子听到了，月月娘吐的槽和我周鹏有什么关系呢？徐谦翻了个白眼，默默转头。结果，月月娘，你看看那位老人家像不像我家老爷子？不会吧？老爷子他堂堂一个一本大学的副校长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5元自助小饭店？这侧脸就是我爷爷啊，他怎么来这地方了？不会是被骗来的吧？徐谦目光一凝，突然看见老爷子面前放着一个只剩些许酱汁的盘子。这要是把身体吃出什么好歹来，月月娘快跟上！你们有这么急吗？
我这客人才刚同意，你们别拍啊！爷爷，我来救你了。他3步做2步，把徐长山护在身后，一脸戒备地看着满脸懵的我。月月娘，快，赶紧直播曝光这家店。闻言，周鹏迅速跑到了那些装着各种菜肴的保温盒前面。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就是打假时刻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孜然排骨里面装的是什么科技。来。周鹏小小的脑袋上瞬间闪过大大的问号，只见至少上百块色泽金黄的炸排骨密密麻麻的堆在一起，光是看看就能让人联想到它入口时的酥脆。他默默盖上盖子，揉了揉眼睛，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？随即他换了个尖叫扭曲阴暗爬行的姿势，再次把盖子打开。然而映入眼帘的依然是那堆成小山的孜然排骨，甚至混合着孜然的浓郁肉香味传入鼻翼，让他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。此时的直播间早已飘满了问号，他定了定神，不死心的又打开了椒盐大虾的保温盒，几百只个头饱满的椒盐大虾闪亮登场。周鹏彻底沉默了，像个机器人似的走到其他保温盒前，尖椒牛柳、东坡肉、番茄炒蛋、火腿虾仁蛋炒饭，满满当当，香气扑鼻，弹幕瞬间爆炸。这排骨，这大虾，这牛柳，这炒饭，主播确定是来打架，不是来种草的吗？大家还是别太激动，说不定这些肉都是合成肉，虾都是死虾呢。楼上的闭嘴吧，5块钱只要吃不死我，就是吃完立马让我拉肚子，我都夸他润肠通便。周鹏这边心态崩了，而另一边的徐谦更是直接被当场处决。本来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我，防止我挟持老爷子作为人质，可我从始至终脚步都没动一下，只是用怪异中带着些许怜悯的眼神盯着他。奸商，你干嘛这么看我？他确实被偷袭了，但不是我，而是他敬爱的爷爷。你这个不孝子孙，老头子我的一世英名，你是想给我毁了吗？同时响起的还有一道清脆的巴掌声，老爷子丝毫没留手，一巴掌接着一巴掌地拍在徐谦的屁股上，清脆响亮，打得徐谦忍不住痛哭出声。徐长山却是根本不管自家宝贝孙子，3两步走到我身前，上下细细打量，确定我没有磕到碰到什么才关切的道：小林，你没事吧？这混小子也不知道今天发了什么疯，平时在家也不这样。徐谦，你个混账玩意，赶紧过来给小林道歉。徐谦整个人都是懵的，看看老爷子又看看我，最后还是乖乖走了过来向我道歉，但漂亮的小脑袋里显然装满了疑惑。为什么老爷子对这小老板的态度比对我还要轻？还有周鹏在那几个保温盒里看到什么了？怎么感觉他和我的屁股一样，都快要碎掉了？没事没事，徐老爷子您这位孙子还真是充满活力。徐长山这才松了口气，转头又是一声大吼，直接把狗狗碎碎贴着墙根准备开溜的周鹏震了过来，一手拎着一个仔细审问。所以你们以为小林是黑心老板，觉得我被挟持了？一瞬间我差点没笑尬，连挟持人质这种事都想得出来，这脑洞怎么不去写小说呢？罢了罢了，我也懒得说你们什么，再给小林道个歉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徐老，你严重了，本来就是一场误会，小徐也是担心你，有孝心是好事。这确实不像记仇的样子，让徐谦也莫名松了口气。可不知为何，他竟然是不敢看我那笑意盈盈的脸。徐长山看着他这呆头鹅的样子，不免哼了一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实在是抱歉，林哥，我俩太莽撞了。等等，你刚刚喊小林什么？我喊林哥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哥是你叫的吗？你这孩子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这是你林爷爷。帅哥只是打了个假，屁股就被打得啪啪响，心动 crush 还成了新爷爷。爷爷，你是不是刚吃了什么没熟的菌子？说话咋这么颠呢？我对自己的超级加倍也是目瞪口呆，然而徐长山却大手一挥，理直气壮。我和你林爷爷那是忘年之交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。撕到谱，快撕到谱啊！差点就要看到那一黑一白2个人影，我热泪盈眶，拼命阻拦，终于折了个中喜提林叔叔称号。那就跟叔叔一起吃点吧。周鹏疯狂点头。你这是散了，林叔叔，你收款码在哪？我和周鹏先把钱付了。你都叫我一声叔叔了，我哪好意思再收你钱？收款码在这，没办法，新人情绪值给的太多了，这羊毛很难拒绝薅啊。付完钱后，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后厨。大虾排骨肉片，愧疚感瞬间涌上了他清澈愚蠢的眼眸。叔叔，我是不是该给你补点钱？别等下把你的店吃倒闭了。来自徐谦的震惊情绪值加866加426。不用，我这店谁来了都是5块。那哥我帮你好好卖力宣传一波，争取让你做大做强。那倒是不用，这家店很快就关门了。啊，是资金问题吗？我还有不少压岁钱。俺也一样。不用，不是资金上面的问题。你别不好意思，差多少钱我们给你补。苍天可见，哥本来真没想装逼的，其实我下星期就要换店面了。说着，我顺手拿起一杯杨枝甘露，嗷呜了一口，芒果的香气和西柚的清爽顿时在嘴里爆开，随之而来的则是生椰的甘甜。夏天晌午时分，喝上这么一口冰镇的杨枝甘露，那滋味。徐谦、周鹏见状也纷纷学样。哇，好爽好爽！徐谦一改往日的吨，小口小口的抿着，生怕喝快了就品尝不到这份甘甜清香的滋味。等等，叔叔，你说你要换店了，我爷爷那个店离这不远，要不我去帮你跟我爷爷谈谈？算了，那店即便是我这个亲孙子出面，估计也就能帮你从210万砍到200万，把我们仨卖了也凑不出来这么多钱。
其实我准备换的店就是你爷爷那个店。说完，我又大口灌了一口杨枝甘露，甜，格外的甜。而徐谦，啥？你说啥？不是说你富二代啊？徐谦嘴里的杨枝甘露都不甜了，但看着我张扬的笑脸，他又忍不住俊脸一红，替我义愤填膺起来。叔叔，亏了呀！你要是早点见到我，我这亲孙子给你砍价。其实我就花了150万。说完，我和周鹏打完饭便走了，只留下徐谦一个人绝望地站在原地，怀疑起了人生。我真的是老爷子的亲孙子吗？真不是捡来的。与此同时，我完全看到了周鹏的直播天赋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主播用自己的妈发誓，我林哥这家自助就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顶尖的自助。小周，你愿不愿意做个兼职？等我搬家后，帮我直播一下我的店铺号。哥，你的店铺号粉丝多少？我看看，现在是12万8千多。爽林哥，我不要钱，只要你同意我在直播的时候整点活就行。周鹏的眼神里没有丝毫对金钱的欲望，全是对直播整活的向往。我点点头，而他显然已经迫不及待。哥，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件事，我什么时候能上岗？我实在太想进步了。等搬过去再说吧。3天后，我终于搬到了新饭馆。主线任务2完成，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50万，解锁情绪值商城板块。我心里一动，赶紧在饭店门口挂了一道横幅：老店新开业，全场优惠0元，全部菜品依然5元自助畅吃。然后就打开了情绪值商城，打开了自己刚解锁的情绪值商城。商城如今有3个板块：每日特惠商城、常规菜品商城与特殊菜品商城。常规菜品商城有上百道菜，酸辣土豆丝、红烧茄子、酸菜鱼等等等等。特殊菜品商城如今就只有一样真话快乐水，成分与常规罐装可口可乐没有任何差别，但喝下它的人在接下来的10分钟之内只会说真话。这玩意儿问银行卡密码应该挺简单的吧？行，可太行了，我还是抽一下每日特惠商城吧。下一秒，一张卡牌浮现在我面前，我手指轻点，今日优惠菜品：红烧茄子、辣子鸡丁香煎牛排。这特惠商城的优惠力度确实是大，只不过到底是老老实实在这特惠商城买新菜品，还是去情绪值转盘抽奖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呢？就在我纠结之际，医院里手脚打着石膏的哥们也在惦记着我。老婆，你去看了没？隔壁那家大饭店对咱生意有营收吗？张建成是一家预制现炒菜馆的老板，卖的全是纯添加零天然的预制菜，当然99元10斤的小龙虾这道菜除外。买点睡着的便宜小龙虾，用洗厕所的工业草酸洗一下，再上点小龙虾专用的科技狠活，什么工业增香粉、回味粉之类的全包里头，那滋味叫一个地道。除了偶尔会让客人产生上吐下泻的负面状态以外，味道上没有任何问题。只不过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，风险就是万一被客人发现，很容易被打断手，就像他现在这样。看了，老板是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，开的叫啥？5块钱自助饭店，真是要笑死个人。别说赚钱了，老娘就把话放这，2个月他这店不倒闭，老娘倒贴去陪他。什么？这么大一家店卖5块钱的自助餐，那这小子岂不是比我还黑？他扪心自问，自己已经很黑心了。9块钱的预制菜，他包装一下能卖42块，没想到隔壁来了个同样丧心病狂的。5块钱的自助餐，受众群体真的是人类吗？算了，老婆，下个月10号就是我们去4家餐饮的评选了。听说好些个评审员就要来搞出这件茶，99块钱的龙虾套餐先下了，那些死龙虾先在家里冷柜放一阵子，还有我们那个微波炉大厨也先别用了，我们自己炒。哎，差点忘了咱俩不会炒菜。张建成思考了一下，有了你去隔壁大学城里雇个会炒菜的大学生，就说我们能给他们开实习证明，按最低工资标准给。你放心，大学生最好骗了，肯定会有人来的。另一边，我一番纠结过后，还是选择花费1万情绪值兑换了特惠商城的10个菜品，再加上普通商城的5个菜品各100分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在吗？帅哥迎门后，青春靓丽的女孩又加入了战场。然而我也不知道这样漂亮可爱的女生打一拳情绪值会不会给的更多。欢迎光临，全场20多种菜品5块钱自助畅吃，门口扫码就行。闻言，沈时威下意识地抬起了头，那由内而外的帅气让他不由愣了愣神，红着脸扫了码，就拿着餐盘亦步亦趋地在我后面跟着。你自己看一下吃什么吧，杨枝甘露喝吗？不用了，我最近在减肥。说完，他的目光也是终于聚焦在了菜品之上。干锅花菜、酸辣土豆丝、白灼小青菜，全是我爱吃的蔬菜。但这家饭店好像全是素菜，没有一个荤菜。经常来吃的话，营养会跟不上的。等等，他小小的脑瓜子瞬间充满了大大的问号。香煎牛排，哈哈，肯定是搞错了，就是那种跟辣条一样的素牛排。我擦！盒盖打开，足足上百块淋着酱汁的牛排被随意的堆叠在了一起，表皮显得极为焦脆。凑近些，一股浓郁的牛肉香气升腾而起，一下便窜进了他的鼻腔，混合着些许胡椒的馨香，让人食欲大开。这香气，这纹理，这质地，居然还是牛排之中顶级的雪花和牛排。沈时威几乎是下意识的便拿起了一旁的夹子，准备夹起一块，但一股罪恶感油然而生。沈时威，你坚持了那么久，别让欲望战胜你的理智啊，混蛋！沈时威犹豫了，但这份犹豫仅仅持续了1秒。没关系的，牛肉是优质蛋白，吃了应该也不会变胖。催眠式的喃喃自语完，他心安理得的夹起一块，朝着下一个保温盒走去。椒盐大虾，没关系的，虾肉是优质蛋白，东坡肉。
没关系的，猪肉也是优质蛋白。辣子鸡丁，没关系的，鸡肉一样是优质蛋白。3分钟后，他终于端着一座小山坐到了我对面，我人都傻了。不是姐们，说好的减肥呢？合着只有我一个人信了？你连自己都骗啊！然而这姐妹已经开始了疯狂炫饭模式。首先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，那块香煎牛排，一口咬下，她那双好看的杏眼顿时爆发出了炫目的光芒。美味，极致的美味。牛排在7分熟到8分熟的模样，外焦里嫩，入口几乎没有任何阻碍，只能感觉到那股来自雪花脂肪特有的极致柔嫩。再咀嚼一下，浓浓的肉汁在嘴里乍然爆开，那股独属于雪花和牛的甘甜奶香味直冲灵魂。好吃嗷呜嗷呜。15分钟后，这姐妹终于吐掉嘴中最后一个虾壳，面前就只剩下一个空盘和各种食物残骸。喂呀，你跟着我没受苦呀，就是嘴巴有点渴。喏，杨枝甘露解腻的，差点忘了，你要减肥。不过没关系的，芒果是优质水果，吃了应该也不会变胖。听着我揶揄的口气，沈石微小脸一红，但这也太好喝了。林老板，你是富二代出来体验生活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这里的菜实在是太美味了，显然是你花了大价钱请来了名厨吧？而且这么好吃分量还大的菜，你居然只卖5块钱，不是富二代出来体验生活是什么呀？有理有据，我差点都要相信我真是个富二代了。我猜错了。不能说猜的全错吧，但至少也是和正确答案没有半毛钱关系。首先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，其次这些菜的制作者就在你眼前，这些菜都是你做的。一瞬间他的眼睛蹭蹭冒绿光，甚至还泛着一点诡异的粉红色。我莫名背后一凉。嗨，林哥，我来了。来就来了，声音那么大干嘛？把我客人都吓红温了。不至于吧。然而下一秒他就被沈石威的高颜值给惊到了。沈石威脸更红了，默默说了声吃完了，又以看每日菜品为由加了我的微信，就拿着包跑了。周鹏眉头一皱，发现事情并不简单。林哥，那女生对你很有好感啊。别满嘴跑火车了，赶紧干活。你别不信了，虽然我做饭比不上你，但是在懂女孩子心思这方面，哼哼，不是哥们吹，100个你也比不上我。你指的是去年打瓦叫人妈妈，结果被骗了一整套枪皮后被拉黑删除这件事，还是指2个月前跟女生网恋天天叫人宝宝，结果奔现发现是个260斤虎式坦克这件事，又或者是斯道普，该死的徐谦小儿，为父这些年少时的糗事让他搞得人尽皆知。不过这小子搞起直播来是真的有模有样，带动情绪的能力绝对秒杀那位眉笔哥。不到10分钟，直播间的人数就一路飙升到了2000人加。直播间的家人来吃一次就知道，米其林和咱们家的菜品相比，也完全是一粒扶有见青天。大哥大姐们要是想来的赶快哦。真的吗？正好我儿子最近吃米其林吃土了，稍等半小时，我马上带他来换换口味。周鹏愣了，抖音59级的弹幕，那可是至少消费2000万才能达到的等级。林哥，我是不是吹得太过了？等下万一不合人家口味给我爆了怎么办？要不要暂避一下锋芒？我避他锋芒。我不屑地嗤笑了一声。小周，你能不能对我们的菜品有点信心？我不在乎你夸得多么天花乱坠，我只需要你打响知名度，从直播间拉些新客人过来。至于咱们饭店的菜品能不能留住客人的胃，我呵呵一声。与此同时，豪车后座那俊秀的小少爷正捂着额头表情绝望。亲爱的母后大人，今天能不能饶我一次，别带我去吃上次那家该死的米其林了？打成泡沫的芝士配上番茄酱，一口能吃出酸甜苦辣咸5种味道，还有那个要蘸橄榄油硬的跟城墙一样的干巴面包。那听不懂中文的笨蛋厨师，我不吃完他还不给我上下一道菜，除了那杯卖50块钱的可口可乐，就没一样是属于人类范畴内的食物。见老妈还在自顾自地开着车，她将身子往前侧了侧，眼神带着些许期盼。亲爱的妈妈，今天就真的不能奖励我吃一顿美味的麻辣烫吗？你总说它是垃圾食品，可我吃了这么多年，它到底是不是垃圾食品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何思颖摇摇头，只觉得自家这傻儿子真是没救了。不行，必须得让这小子体会一下社会的毒打了。正好，我刚在抖音发现一家很不错的店，咱们现在就去吃。